大家好，欢迎来到看线西游战法频道。那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呢，成功站上了1440均线、169均线和位于33000点的一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筹码中枢带。在这个位置反复缠绕确认之后，在昨天晚间再次发动了突破。虽然突破的幅度不高，但是这根阳线呢，构成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有了这根阳线之后，上方行情就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到达34000点的一个预期。如果能够成功到达34000点，行情将会得到正式的反转。根据我们道琼斯工业指数这个位置上根据我们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如果到达34000点的话，根据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的话，容易出现一个新的高点这个高点必然会突破34712那目前为止，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比特币已经成功出现了一个同步上涨行情。我们知道前面行情当中，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一路下跌的，但是比特币是一路反弹。在经历了反弹和震荡之后，那目前来看，比特币和美股正式出现了一个同步上涨的行情。在经历了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进行的震荡之后呢，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最终呢在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新的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已经出现了4组上涨趋势的标志性的 K 线。第一组上涨西游呢是在1月份1月份出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突破了1440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去年6到12月份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启动时间点是在1月20日，同步了美股的多头趋势。然后一轮震荡之后这轮日线级别下跌，上涨西游呢随着下跌宣告结束，最终回踩于1440均线和169均线。然后第三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成功站上了$28500这个位置，成功站稳之后，在行情顶部位置出现一个收敛三角形震荡。然后我们就说了，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一个窄的收敛之后容易发生突破，并且呢这里的突破是沿用了这个4小时级别的1440均线作为支撑线的。那在这个位置上发动了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呢就可能出现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那么昨天因为今天还没到8点那昨天这个阳线呢是八阶阳线，那上方呢就有预期出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目标点位呢是在$32000。同时可以在周线级别上看到周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和八阶阳线组之后，沙僧阳线一直持续围绕$28500、169均线这个压力位做震荡。周线级别的压力线是在169均线这里。然后昨天行情昨天的这周行情出现了一个唐僧阳线。那么本周大家应该享受的是周线级别唐僧阳线带给我们的利润。那么很多朋友说了多头出现了急速上涨之后有快速回调，但是我要说的是多头是多头生发出来的，空头是空头生发出来的。因此呢，在目前行情正在上涨的趋势当中，不应该做空。同时呢，我们布局之前在震荡过程当中布局给出的点位，分别是由小时线级别的1440均线组成的位于28000点的一个支撑位，和4小时级别1440均线位于27500点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位。那在这两个位置布局之后目前你应该尽情的享受多头带给我们的快乐，带给我们的利润。那么在日线级别上和周线级别上同时发生日线级别上涨修之后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确定是在32000点。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轮行情主要是以比特币作为领涨的。那么回头看我们 ETH 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正处在一个继续的下跌当中。那么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已经跌破了 0.067 这个位置。那 0.067 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由21年5月份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跌破之后呢，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稀有的一个趋势。那么以太坊如果下跌趋势对于比特币的下跌趋势一旦产生的话，那么会带动以太坊本身它的上涨速度会减慢。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对 USDT 的一个价格上来，在这个价格区间上，我们看到一个箱体发动突破之后，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一个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目前处在一个八阶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上方在日线级别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通过合并 K 线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上方压力位是在$1950，这个位置必
然会被突破，但是呢，要等待耐心等待比特币领涨行情结束之后，以太坊才会跟上来。那么以太坊给出的目标点位是突破周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到达$2200。那么整轮行情呢，一直建议大家布局龙头板块中的龙头币种了，必然是 CFX。那么目前行情当中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走了2轮日线级别的调整，然后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创出新高。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位置上建立出来，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在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在昨天已经发动了一个突破。突破之后呢，目前正在进行一个回踩。回踩过程当中，我们看到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和波谷连线的这个位置形成了共同的一个支撑这个 CFX 的支撑呢，主要是在$0.38附近，所以呢，昨天有了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之后这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新的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回踩只要不跌破0.38这个位置，那么悟空阳线依旧存活，那么上方呢就可能走出新的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就会有一个平行于前面行情上涨的我们看到这是3段平行结构，平行于前面行情上涨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同时呢，可以把 CFX 调整到周线，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都走出来了。沙僧阳线呢，在这个位置上持续高位震荡，那连续经历了5周震荡之后呢，行情我认为最终呢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目标点位是在0.7到$0.8，这个毫无疑问因为 CFX 是目前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一定要重点布局、重点关注。那如果出现快速下杀回撤的话要把这个仓位补上来因为今年的看点和热点呢，正是在香港这个 CFX 这个币种上。对于一直在调整的 SXP 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做了一轮日线级别对称性时间级别的调整。对称时间级别的调整，它的下跌是缓慢的，是相对于上涨缓慢的它毕竟它是一个上涨趋势，调整呢它是缓慢的，但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它形成了一个下跌收敛三角形，并且呢，当前行情以横带跌的突破了一个下跌结构。那么目前进行的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观察出来，但是呢，这个位置大概率会出现一个横着走的收敛三角形，只要出现横向的收敛三角形，那离它突破时间就不远了。同时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正在缓慢的跟上来，最终呢可能会和 K 线相交到一个位置。到达这个相交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支撑位，因此呢，对于支付板块的龙头币种 SXP 未来是有机会的，机会在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它可能会出现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收。周线级别目前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调整完成之后，就有可能走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目标点位呢是在$1以上因为之前我们看到高点大概是在0.94，经历一轮调整之后，必然会重新启动之前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在上一周3月27日的这一周出现了一个爆量和价格齐升的画面。量价齐升之后，我们看到前面它一直经历了调整，调整过程之中呢，快速下跌了95%以上因此呢，对于 SXP 当前的价格是低的。量价齐升之后，出现了多头的机会，特别是在周线级别有悟空阳线之后，在经历回踩和调整之后呢，容易走周线级别上涨吸收因此呢，对于支付板块的龙头币种SXP 来说，如果比特币持续上涨之后SXP 在经历了调整之后呢，容易出现新的高点。LTC 目前走势是弱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但是这里面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它只是没有出现新高的弱势本身走势还可以。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它的下跌速度和下跌幅度是大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下穿了144日均线和169均线之后，急速反弹上来。同时上方可以看到，在接近$100附近的这个区间上，已经形成了4次的目前正在形成4次的等位置波峰。如果4次等位置波峰形成之后，必然会跟上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脚步重新站上$100。在周线级别上，莱特币这个位置上已经走出了一个上行趋势，上方最大的痛点呢是在$115所以呢，对于莱特币和达氏这种减产币种来说，目前多头仍然有表现机会。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